今天做几个简单的菜，先绞个肉，这个是梅花肉，放几根山药，加一点葱姜水，再加一点西红柿，增加一点酸甜的口感。这是豌豆和酱油肉。本来想用大一点的蒸烤箱，但刚才试了一下，这个可以。先蒸25分钟。再来蒸一个芦笋。再来做一个蒜蓉蒸鱿鱼。这鱿鱼老板已经帮我给开腹了，本来不开腹比较好，所以我就用剪刀把它再剪一下就行了。再给它稍微整形一下。再来调一个剁椒蒜蓉酱，买的现成的蒜蓉酱，今天真是太方便了。再加一点剁椒，生抽。今天超级方便，厨房都不用收拾了。这里还有3分钟。剪也是剪了7分钟。你帮我拍出来。那怎么啦？谁让你在那边啊？我今天这么多水。应该感觉都好了。加小半勺生抽。加一点煲仔饭酱油，太香了！清蒸煲仔饭真是。来吃饭啦！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，饭好香。这是晚上你吃的，很不错的。好的。有一点点番茄的酸的感觉。没看你加番茄哎。你没看到？你有加？最近我又入手了一个新的国产雪平锅。对我来说，雪平锅是厨房必不可少的，油炸、煮面、焯水、煮汤都很方便。所以这几年来，我前前后后换了5个雪平锅。第一个是日本吉川430不锈钢，18厘米的，因为烧干锅被我错误的用强酸泡坏了。第二个17.5厘米苏宁吉物304不锈钢的，当时也是因为好奇国产质量怎么样，但是觉得太小被我淘汰了。第三个是这个，是带不粘涂层的，买它是因为有特殊用途的，实际我不怎么喜欢用。第4个是这个神田的，是443不锈钢20厘米的。第5个是这个，是国产的叫摩卡小熊的一个牌子，也是20厘米的，是304不锈钢的。
入这个呢，是因为它当时宣传说它是可以煎炒不易粘的，然后它锅体是3种材质组成的，最里面跟食物接触的呢是304不锈钢，这样就是更安全一点。中间是钾铝，就让受热更均匀一点，导热更快一点。最外面这一层是430不锈钢的，就可以导磁，然后抗腐蚀。这种组合在雪平锅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收到感觉呢，这个其实我感觉是有点太厚实了，对我来说，因为雪平锅我本来是喜欢它的轻巧，但是用下来呢，感觉它好像比那个日本神田的那个好像要更快一点，所以因为好奇，我就做了下面3组测试。第一组测试，两边同时加入1200毫升的水，同时大火烧，大约4分钟后，两边几乎同时烧开。左边国产摩卡小熊好像略早一点。第二组测试，小火煎蛋，国产的这个摩卡小熊煎完后几乎不粘，轻微有点残留。日本神田这个呢也基本差不多，但是因为它锅底薄，加热后锅底有轻微变形，中心位置有凸起，另外有一小块位置因为没有被油覆盖，加热后导致变色。洗干净后继续第3组测试，小火炒肉片。第一个测试的还是国产摩卡小熊，也是基本不粘，不过随着温度的升高，锅底会均匀分布这种残留，也就是少许粘锅了。第二个日本神田情况基本一样，不过还是吃了锅底薄的亏，可以看出底部明显受热不均匀，所以粘的也不均匀。不过这种粘锅用热水稍微泡一下，再用洗洁精就可以简单洗干净的。雪平锅我觉得其实本身也不适合煎炒，但是比如煮汤煮面前稍微先炒一下还是可以的。外观方面，这个国产的要亮很多，然后锅型来说的话，虽然都是20厘米的，但这个看上去就小很多。还有就是这个轻很多，这个要重一些。顺便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雪平锅方面的一些使用心得。首先材质选择方面，我是更偏爱不锈钢的。虽然说日本最开始用的是铝锅，撇开铝锅是不是健康问题，我是觉得铝制的不太好打理，不太好清洁。第二种是这种带不粘涂层的，带涂层的话一般就不建议用大火去烧，这样的话加热速度会慢一点，然后就感觉有点失去了雪平锅的那个意义，所以这个锅我一般都是不用的。第3种就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不锈钢材质，就像这2种，我比较推荐大家去选不锈钢的，因为它火候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，可以大火，导热速度相对也比较快，可以随便洗没涂层。不过也有分304和不是304的。当然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偏向304的一点。尺寸方面，我之前的是18厘米的，但我觉得其实是有点小的，基本只适合一个人的量，稍微东西多一点比较容易溢锅，所以我后来换的都是20厘米的，这3个都是20厘米的。我个人觉得20厘米的比较实用，可以煮2个人的面，然后煮汤啊还有焯水啊，这种量基本是够的，也不容易溢锅。然后现在大部分雪平锅的话是有选配这种真格的，我个人的话就不太喜欢加这个真格，因为雪平锅两侧是有这个导流口的，这个导流口呢那个孔比较大，如果蒸东西的话，它那个水分可能会很容易蒸发，就导致很容易烧干。因为我已经有好几次烧干锅的经历了，都是血的教训。最后来说一下雪平锅的清洁问题。不锈钢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变色的，空烧温度太高都会导致变色，这是所有不锈钢材质的特性，不能怪锅。烧变色后其实是可以修复的，小问题用不锈钢清洁膏或者小苏打就可以。我个人呢是比较偏爱小苏打的，因为不怕残留更安全。比如像今天这个锅，锅内外都有变色，可以先直接用小苏打粉末尝试，如果擦不干净就加水加小苏打，煮开后倒到大盆里，让锅底和锅内都在这个小苏打水里泡一泡，泡个10来分钟基本就恢复原样了。
如果这个办法解决不了，就可以用五节粉加百洁布擦。如果还不行，那可能就比较严重了，就要用五节粉加金刚砂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以上分享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总结，仅供大家参考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拜拜。